战国中期，东周各诸侯国经过几百年的战争兼并，此时出现了7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国：秦、齐、楚、燕、韩、魏、赵。其中，秦国在历经秦孝公时期的变法，国力提升，兵锋强健，开始了它向东发展的战略意图。公元前338年，秦孝公之子嬴驷即位，史称秦惠文王。嬴驷即位之初，为平抚秦国的保守势力，车裂商鞅，从此不问朝政，隐身秦宫。但是，并无恢复旧的贵族等级宗法之意。以甘龙、杜挚为主的复辟势力一再施压，迫使嬴驷废除新法，重寻旧制。此时，蛰伏3载的嬴驷终于走出深宫，主持国政。秦国何去何从？这个疑问，不仅秦国朝野，天下诸国也都在拭目以待。魏国使臣上殿。秦军在上，必臣奉我王之令，臣邀秦军旁陈观礼。好，魏使，秦国若要相亡，魏王会作何想？我王定是欣然应允。不过护王为盟，秦军可以将河西之地还与魏国，以与结盟之臣护王之。割地相王啊！魏使可知，割地如割肉，有锥心之痛，失国之辱。我是去相王，又不是去臣服。再者，我秦国从无拿土地做交易的先例，寡人不敢破例呀。相王也罢，观礼也好，魏国派使入秦，不过是召会邻邦之礼节。至于割地，秦军是否破例，我王并不在意。河西之地，还也罢，夺也罢，终归进入魏境。秦军今日不舍，大不了我王择日统兵讨地，到时秦军锥心之痛，失国之辱，已是难得。我宰了你！魏使所言之地，尽皆我秦剑所得。哟，你怕剑？你怕剑谈何还地呀？嬴华，我秦剑出鞘，历来引人鲜血，不是用来吓唬娃娃的，不要随便拿出。必臣奉王令进入贵国通报观礼之邀，不想贵国如此对待，必臣告退。魏使且慢。
我记得魏王前几年就称王了，这是第几次啊？第2次还是第3次？看来这称王也能上瘾。为了庆贺魏王再次称王，我等特意编了一出戏，还请魏氏一览。如果看中了，就恳请王上带去彭城为大王们助兴。尊敬的魏王，你为何穿上囚服，戴上枷锁，向我跪拜？贤明的齐侯，你的仁德如天地无疆，你的谦虚让我羞愧不已。我愿率天下的诸侯尊你为王。公元前334年，魏国与齐国彭城相王，是为了达成一个政治联齐侯如盟。果不称王，那天下的王他就是一个笑话。曾经雄霸天下的魏国，国力衰退，借此与齐国修好结盟，推拥齐国国君为王，意图抵御日益强大的邻邦秦国东进的压力。齐魏开战，那不像话，不如相王成佳话。魏王所说像实话，就怕心里藏奸诈。南有楚国脾气大，西有秦国让人怕，不如将我迫上架。齐侯所说是不假，可怜老夫已跪下3番5次请称王，再不应允，我自杀。果然是好戏，在下受教。今日之辱，魏国铭记在心。魏时且慢，朕有一封国书，请呈给魏王。今闻魏齐2国相王，四海同庆。秦虽避居西隅，素有亲近中原之心。是此盛典，秦愿攻列其间。秦国愿以齐国、魏国互称为王，永结兄弟之盟。荒唐！君上大谬！放肆！老夫今天就要放肆了！君上心力，朝政未稳，朝野混乱。为君者该廉政护国，守治安民。历代先君都无称王之心，君上称王，那就是叛族乱上。君上，你不能用你的狂妄害了秦国呀！太师稍安勿躁，老太师所言极是，这是言重了。列位，我大秦世居西隅，历代先祖从无龟缩自保之意。大争之势，列国伐交频频，强则强，弱则亡。魏齐相王啊，意在结盟亏我大秦。当此时，我大秦若仍守旧地，遵旧制，闭关苟活，何异于坐以待毙？列位，那寡人才真的害了秦国。寡人大仗行前之力，意在互通中原，力挽大秦。寡人与魏齐相王，意在秦堪中原，伺机东出。前些日有人问寡人说，秦必遵商君之制，那么秦法是否亦遵商君之法呢？今日我告诉诸位，
商君之法，非酷吏苦民之法，乃富国强民之法，秦必遵之。都是我设计之臣，你们怎可拖拽？嫁出去！果然不出所料，嬴驷3年对政事不发一言，老夫等了你3年呐！太师，老夫年迈，没时间再跟他耗了。鱼死网破，终须一搏。这是天意呀！嬴驷啊，是你要离国去襄王的，是你让咸阳虚位以待的。易主，抓住时机，谋定而后动，不动则已，动则必其功于此意。哈哈，此犬好威风啊！那是功夫征伐义渠时带回来的。义渠人称之为神犬，金贵无比。那话怎么说来着？10载，武王时，吕国供大犬。赵公作了，玩人丧德，玩物丧志。没有啊，我可没敢说君上玩物丧志。就是看了这神犬，不由自主地掉进书袋子里了。据说此犬忠勇无比，主人若亡，便绝食殉主；若遇虎狼来袭，也绝不示弱。可惜生长于深宫，一代不如一代，杀气全无，媚态凌人，竟成宠物。英吉，蓝田大营练兵一事如何了？半年便能成型，1年之后就可上阵杀敌了。咸阳若有危机，可否随时调用？驰援咸阳断无大碍。可是君上，咸阳城现在看似风平浪静，但实则暗流湍急。君上若离开秦国，我担心他们为兴风作浪。你说他们是哪个他们？甘龙杜志一党啊。可以见得，明面上的事。他们还没到明面上来。再打一个！君上，快传御医！
君上神威！天笑笑我这马之子神威啊！岂敢岂敢！走。好酒啊！来来来，上肉上肉！君上食肉之法，颇具古风啊！更尽戎狄之俗啊！寡人听说秦人食肉就是这样，盔甲盛酒，秦剑取肉，果真爽快啊！君上莫不是想在彭城也设此宴，与秦军一醉？对了，殿下，你这几日就给秦国去信，就说齐国承尊秦军称王。君上果然妙计，把秦国拉下水，魏王的怒火就完全撒到西边去了。魏王的火气不足挂齿，我担心的是秦国。秦国变法后国力大增，不若齐楚，可是家底不露，居心难测，让人担心呐。狼子野心有何难测？自变法20余年，国人只晓耕战，种田得赏，斩首建功，不遵周礼，不敬公事，匹夫可得赏，奴隶可封侯。如此乱象，中原不耻。是心寒。如此秦国，如此秦人，真要成事儿，恐怕列国敬畏于肉了。寡人要真诚相邀，推秦称王，就是要让秦国的雄心、野心、果策之心及早报。所谓树敌与众，众必攻之。君上所言极是。这样一来，老冤家魏国会愤恨不平，南面的邻居楚国也会寝食难安了。所以啊，魏王老谋深算，要下寡人于火上，寡人就在添上一把火，让玩火之人尝尝被火玩的滋味。君上。这是蹴鞠，要是这么踢，战场上是要死人的。冲我来！将军，魏王密诏。撞！这个死了！撞这儿！用点力气！此时的秦军营泗决意介入襄王，是向天下彰显国力、振奋国威之意。然而，
此举却招致了六国对秦国的警惕和敌视。魏相，天下，秦军突然加盟，魏相怎么看啊？秦国突然提出相王，的确有些意外。然齐公欣然应允，就照齐公的意思办吧。我看魏王不大高兴。高兴？为何不高兴？魏秦两国近邻结盟止刀兵，好事一桩嘛。我看未必。魏王折身求福之举，田婴感佩。别无他念啊。可是有人却说，魏王此举貌似谦恭，实则居心叵测。以己之心夺他人之腹，难逃小人之嫌呐。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，魏王拉着齐国相王，是魏相的主意。楚国攻打甚急，赵韩虎视眈眈，四征之地难求自保，索性把齐国拉下水。这一招，不费一兵一卒，便可退楚国雄兵1000万，妙哉！妙哉啊！那齐公答应秦国相王，除了欣然，恐怕也有谋秦之意吧？邀秦相王，楚国便会撤兵淮泗，转到函谷，齐国也解了楚军破境之忧。齐公亦是高招啊！魏相小看齐国了，耍心眼儿，齐国甘拜下风。论打仗，齐国没向任何一国示弱。对付秦楚，齐国不必如此费心。倒是贵国，恐怕是想借襄王结盟，让齐国助援，从秦国夺了河西之地吧。想，我王朝思暮想，为齐经马陵、桂陵两战结怨甚深。此番若能结盟，共同抗秦，不仅对双方都有利，也可化解多年夙愿，岂非两国之大幸？惠子果然是名家辩士，直言不讳，开门见山。只是不知在秦军那里，是否还有另外一套说辞？没有了。天象可知，我王对齐国是怨，对秦国是恨，怨言可解，恨意难消啊！惠子果然是快人快语，妙人妙语啊！魏王到！拜见魏王。田相早来了，辛苦。齐公呢？禀魏王，军上已经启程，明日即到。齐公乃盛年之人，腿脚应该比我这老头子要利索多了吧？那个旗帜是谁插的？换边儿。大王，秦制右为尊，左为下。魏国借宋帝为襄王会盟的东道，该当尊宾国之意啊。宾国，寡人可从来没把秦军当外人。魏王的意思，这旗不插也罢。
想了半天，军营之中，只有你的新练死士堪此一用。将军，这些士卒个个训练有素，都是上阵杀敌、冲锋陷阵的奇兵。我明白，可是现在谁人堪此重任呢？领兵。还有，此事若是走漏一丝风声，你我都得掉脑袋。君上，神也到此，定有大事告闻吧？杜之以卫使来往甚密，他的门客还去了义渠境内。臣以为，当即刻动手，将这伙老贼一并捉拿归案。慢！形体出路，证据尚不足。这商君心法，精髓在于后动，不然等于以国家名义实行私刑，后患无穷啊！哦，臣明白。明日襄王辞行酒宴准备的如何？公族士族、显赫人物及文臣武将都通知到了，只有甘龙、杜挚称病告假。老太傅呢？太傅公子虔身居不出已达数月，此次也称病了。公伯，嬴驷来看望您了。公伯，可否允许嬴驷先联探视？病容难堪入目，不见也罢。公伯，嬴驷明日便要千里远赴彭城襄王，特来辞行。咸阳朝野流言纷纭，君上跑到千里之外彭城襄王，君上放心吗？有公伯在咸阳，嬴驷放心。如何放心？这是调用蓝田大营和咸阳城防的兵符，特请公伯看管。老夫调兵不用兵符，秦国羽翼未丰，千里之外一顶王冠戴上，做个出头鸟，这与国事何补？公伯教我。今木已成舟，老夫如何教你？公伯，困局已露，君上好自为之，请回吧。君上，咱们这是去称王了，好事情啊，干嘛绷着脸？
大人，太师求见。诺。有啊。君上蛰伏数载，终于出宫主事。先提东出，后人相亡，新法不废，祖制不尊。太傅有何感想啊？老夫已不问朝政了。亦不由江山社稷，倾国千秋大业。太傅甩手，真是逍遥啊！太师有何见教啊？为倾国千秋大业计，令则明君。公子前有太傅之职，振臂一挥，朝野必应；手握秦弓箭，又有调兵之权。如果起事，不费吹灰之力。曾为太子之师，现在会做弑君之臣吗？弑君？易主，易主。保护君上，敌人！秦国国君前来赴会，尔等何人竟敢来犯？一举进攻，唯用战鼓不见将帅。此地何处？我本宫在这里，卫戍边境。真人不露相啊！出兵击击精准，结弹残忍，像是魏武卒的战法。一举进攻！快速军长回撤掉！攻啊！快胡军长走！君上，君上，军长，军长，快走！大王，秦军依仗3日前便过大梁，现在却没了消息，大王可知？我哪知道啊？无非是因为他们的仪队过于张扬，引起倒寇的窥伺，途中截杀了。壮志未酬，称王未遂，呜呼，痛哉！何出此言？我就这么一说嘛。
还是派人。如果顺利的话，现在也该是他们拎着秦军的人头回来复命的时候了。大王意欲何为呀？杀人呐，意欲何为？称王。寡人不干。怕死？愿与阁下单挑。寡人若胜，放我士卒还乡，我一人来受死。来吧！军上，军上，军上，等下。痛快，痛快！阁下用兵如鬼，不战如风，败在阁下手中，因此服了。军上，军上，军上！且慢，还是怕死。若能一睹阁下真颜，应死死而无憾。懂我兵法的，君上是第一人。公孙衍，公孙先生身为名士，竟然出此下作手段！弟兄们，我的剑刃不忍沾染营私的血。秦军恕罪。军上，大王啊，杀了秦军，大王就能随愿。会相，这件事情之所以开始没跟你商议，就是怕你心软，怕这个怕那个。现在别怕了，都妥了。这个秦军没了，还会再出一个秦军。出啊，出啊，他出啊！哪一国不是这样啊？但是会相，你该明白啊，现在咸阳易主，秦国必乱，3、5年之内难以恢复元气。3、5年，
我就不信魏国找不到一个机会把秦国给灭了。我倒想请大王仔细想一想啊！这几年魏国西境没有战事，正是因为秦政动荡，君臣互斗。倘若秦军被杀，秦国必定上下齐心，同仇敌忾。为先于人口实，列国正好旁观，谁会出兵相救？留着秦军，让他耽于政乱不好吗？待魏强秦弱，才能有机会。秦军胆识过人呐，与我独斗，原来是为了拖延时间。依我所料，先生拔剑之时，嬴华刚好赶到。好险呐！魏武之族果然英勇。不是魏武族，他们是在下所练的新军，本为冲锋陷阵所用，不想却被大王派来做如此下贱勾当。公孙衍先生，名不虚传，先生国学之士，又有孙膑、吴起之才，三国扬名，列国希求，人称西首。先生才学如西寺之角，弥足珍贵；斟酌实践，亦如犀角，敏锐锋利。惭愧，惭愧了。魏王昏聩，我若是先生，定有明珠案头之憾呐。秦军走险四伏，也有项王难随之憾呐。我与秦军一样，都是明知不可为，而偏为之。哦，愿闻其详。秦有内忧，咸阳动荡；秦有外患，魏齐叵测。如此，秦军仍远赴彭城，可不就是明知不可为，而偏为之吗？先生所言，可算一家之言。秦军不置可否，看来是另有所图。另有所图，所图为何？开关东出？啊，无意东出，无意东出。如先生所言，内忧外患，秦国只求自保而已。哈哈，只求自保，何来彭城项王呢？天下悲秦久矣，秦国此来特为证明。大征之事，求王证明，无疑悬剑于鼎。那魏王、齐侯难道不知道吗？知道啊，所以请君会盟，与其分忧。忧从何来？难。楚国？秦军应该知道，楚王脾气不好。那依先生之见，我等应该赶紧回去。这要看秦军的意思。是。可是空手而归，不甘心呀，那既然如此，赶路要紧，咱就别在这儿费口舌了啊。先生，嬴驷有心迎先生入秦，我秦大地风情自与中原不同。先生可曾听过一句民谚：“老秦人求贤，高位以待。”多谢秦军美意，我还要回营复命。先生还要回营复命？是。先生啊，劫杀未遂，必定死罪。先生可要想通。想通了。秦军保重。
棘手若为魏国重用，就是秦国的大患。好天气。保护军上！前方可是秦军的驿站，战阵！魏将徐直攻迎秦军。有劳将军。末将听闻秦军在此遇袭，末将来迟，望秦军恕罪。还好，无大碍。此地乃魏宋两国交界之处，山势险要，道路荒僻，周围山头都有流寇，官府缉拿不尽，所以除了行军、商贾旅人等，均不敢在此取道行之。请问徐将军，此处距彭城还有多远呢？禀秦军，还有1日行程。末将来时，我王吩咐，薛卢两国国军还没有到彭城。项王指点言后，秦军先到驿站歇息，待庆典之日确定，末将领兵护送秦军前去彭城。英华，按徐将军说的办。这里是河东郡守魏大人府邸，请秦军暂时在此处休息。舌简无碍，咱们还是去彭城落脚吧。末将领王命，不敢怠慢秦军，还是在此处歇息为好。英华，别辜负徐将军一番好心。魏修恭迎秦军。冒昧打扰，先生见谅啊。哪里，秦军请。魏大人，招待秦军之事交给末将。说了吗？在屋里待着，不许出来。大人，是小姐命我出来打探的。小姐想要知道虎狼秦军长得什么样子。长什么样？还不是一个鼻孔，2只耳朵。一个鼻孔。快回去，把小姐给我看好。快去！
侍卫城，提头来见老将军。那些遇害的魏族，那些个冤魂，都是训练有素，准备上战场杀敌，报效魏国的热血好男儿，却死在魏剑之下，天理难容啊！啊！为达使命，本来就是来送死的，可是他们是为何呢？为何要让他们死得如此屈辱？他们是为国而死，也算殉国吧。天命难违，既是死事，这便是他们迟早的归宿。天命难违，连这颗项上人头不足为惜，你拿去领命吧。天魔自毁大才！魏国不用我，天下之大，没有我也安身之处。要大才有何用？天下之大，只有用武之才。不能为魏国所用，就该杀。将军行一念之仁，恐有后患。住口！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你这样回去如何复命？将军！看清了吗？门外不足100人，多为王公仪仗侍卫，相逢处不到20余人，是一般的部族咱们干得过。彭城距此多远？半日路程。君上还要去彭城？当然要去，不去是失礼。说不定那边已经做了准备。既然有心向往，怎能无胆赴会？唉，这个老东西心眼太多。夜半动手。诺。门外何人？魏府不义，给秦军送饭。参见秦军。魏国的小奴是否在想？经过虎狼之军，怎么没有青面獠牙、恶声恶气呀？对啊，都说秦国的国君苛政暴敛、凶残嗜血、不恤子民、不敬臣工、六艺不通、专擅杀人。见了之后呢？不如传说中可怕。不过，郁郁寡欢，心事重重。也不像和善可亲之人。寡人结城蒙卫，却半路遇袭，侥幸逃生，又为重病诱尽于此。你们教教寡人如何高兴？我王之过，民女向秦军请罪。好大的口气啊！你敢替王赎罪？古人云：“王之过，臣不见，臣之罪。臣见之，王不改，臣替王改之。”这是哪位古人所言呢？
民女一时记不起是哪位先贤所说过的话。军上，奴婢退下了。樱花，见过魏府小姐。见过小姐。嬴驷见过小姐。秦军认错人了。小姐，能否助我？小女子手无缚鸡之力，如何相助？秦军还是放我们出去，不然大人生气，你们担待不起。刚才你家小姐说过，王有过，民女可指出纠正。小姐，现在有个机会。秦军，请讲。这彭。秦军，请随我来。二位，请帮把手。菏泽为边塞守郡，官府私邸都备有暗道。通过此暗道，越过张子岭，便是通往彭城的官道了。军上，我先下。你们想作甚？此乃郡守千金，尔等若不退下，寡人一剑杀了他。我们救你，你反倒要挟人质，这是虎狼之君。若不放下你手中的剑，便将尔等一并处死！谁敢动手？秦军，且慢，放我女儿回来吧。寡人若能赴会，令媛自然无碍；否则，寡人只有拼命了。爹，舒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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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！如果我答应秦军离开这里，你可否放了我的女儿？如何答应？此放敌军，可知何罪？你住口！放下刀剑！既然魏大人如此帮忙，寡人就要小姐再送一程。不，不，舒儿。被迫之举，小姐恕罪。
玉琪之子，美如玉，美如玉，殊亦或公主。之牛儿，切莫错意。会相大谬，齐公受邀，魏王请尊，主宾不能错。既是我王邀请齐公，当然就是东道。此地虽为宋国之境，可如同曲靖一般，哪能轮得上你们魏国做统？宋乃齐国附庸，宋薛鲁邹也是看在齐公的面子上来喝，这些老夫都知道。可是我王毕竟已经成王，怎么可以让一个公侯执牛耳？既然会相如此顽固，那这襄王之典暂缓，待我禀明君上，再定吉日不迟。哎呀，会相，你这是做甚？做甚？好，就依你，都依你。吉时已到，恭请齐公、魏王、秦军、韩侯、宋侯、鲁侯登台。秦军，请登台。秦军恐怕路上耽搁，要不再等一等？说不定他在半道上自个儿都觉得不合适，就打道回府了。不管了，既然吉时已到，我们就不等了吧。哎，好。
前方面是亮旗。天子此作如此怠慢。快，再拿2块新肉，快！各位，莫急莫急，稍等片刻啊，肉还有，肉还有。这叫什么话？天子祭祀，文王之贡品，咱们叫肉。周氏公子竟然如此不敬！齐王、魏王听诏：齐国、魏国结盟护王，顺天意，承民意，天子新闻赐作以贺。提醒得好啊！在下怠慢天子赐座，的确不恭不敬。薛鲁等国礼仪之邦一直遵从周氏，天子亦是欣慰。今日2国互王，从此这天底下就又多出几个王了。哎，诸公倒不说话了？果然礼仪之邦啊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言啊！诸位且慢，秦军不会来迟。来者可是秦国国君，一路羁绊，耽搁大典。齐王，诸位恕罪。秦军若能早到1个时辰，就能改成秦王了。可惜呀。看来秦军是有称王之心，却无冠冕之命。非是天意为难，实有小人阻道啊。哦，说来听听。魏王啊，你可有兴致一同来听？王典已毕，寡人在大梁上有政务要忙。秦军若闲，不妨告诉大家听听吧。此为何意啊？无何意，只是问问魏王，为何在菏泽山道劫杀寡人？哦，这种事情啊，这种事情出自秦军之口，那要有真凭实据，否则就是血口喷人。当着这么多王侯面前毁我声誉，你要当心啊！魏王当心。寡人诚心来此会盟示好，差点为小人所害。好了好了，秦军不要再意气用事了。这回没做成王，再找机会了了你这心愿。要么这样，天子特使赵文君还有一块做肉，不小心掉到了地上。秦军若是不嫌，就让赵文君奉上，我们也可以改口称你为王，如何呀？天子赐座，
当以国礼尊之，弃之于地，大不敬。秦军至高，秦国有望。来日如若称王，我一定亲赴秦国，赐君文武座。不敢。天下形势是动荡不安，来日还不定是风是雨呢。听说秦军离国之时，朝臣们已经从事咸阳易主之事。秦军今天称王未遂，万一回国之后又失君位，那岂不……哎呀，秦军呐，安生的在自个儿家里窝着不挺好吗？干嘛跑那么老远来煞自个儿风景，扫大家的兴？再说，这数年以来，秦国是打了几场胜仗，但是到底尚属卑贱小国，竟然也一想称王，自不量力。我的王啊！我想你对秦国的政事如此费心，你老这身子骨，行吗？若论来日啊，嬴驷有话相告，我看你老的来日不多矣。去！您以为与齐国相王两国会盟，那有恃无恐，但不曾闻报吗？楚王已率军北上，欲与齐魏刀兵言欢了。秦军多虑了，楚门来犯，寡人不惧。大魏国从来不怕送上门来找死的人。哦，魏国还不怕败，敬佩之至。咱们魏王与外交战数十年，雄才大略，屡战屡败，误国误民，仍不思谋政，居然称王上瘾。魏王啊，我劝你，这顶王冠与他人是尊号，与你未必就是护身符。趁此高台未拆，我劝你卸王冠，罪济误国。一来可平楚国之怒，二来可泄辱秦之罪。你劫杀寡人，那是与嬴驷游戏，但秦国定会以为这就是宣战呢。寡人反国，焉能不聚兵抗敌，陪你戏耍一番呢？你要能反得了国，那是万难。有没有想过千里赴会，失留异乡？好吧，那今日寡人就把话留在这高台之上。我这一行人，若有丝毫的伤损，秦国必倾全国之兵，乃至一草一木。伤一人杀10人，伤10人杀万人，无非是个毁城灭国，以血还血。二位息怒，以和为贵。我们相聚在彭城，宋公已备了酒宴，不如我们来个一醉方休，怎么样？好，走走走。啊！大人，秦军河西聚兵，昨日已有10数万士卒渡过黄河。10数万，眨眼的功夫，10几万大军就冒出来了。看来秦军离秦早有防范，魏军主力尽在东境，河西驻军不过区5万，秦军夺地势小。要是再闹出个围攻大梁都城，魏国可就真乱了。会不会是使诈呀？杜雉不是在信上说嬴驷兵权未收，他怎么能调兵遣将呢？秦军还有一个3朝重臣太傅公子虔，虽无虎符，
但孝公所授秦弓箭，却可随时调兵啊。那就难怪了，这小子敢孤身赴会，他是有备而来啊。就暂且示弱，把这场闹剧先平息了吧。示弱？闹剧？哦，你还真当闹剧看了？慌什么？嬴驷他现在不在秦国，身边只有区区数十人，我向他示弱，除非他不怕死。何时听说秦人怕死？别长他人志气。太傅陈兵未尽，是何用心啊？君上彭城赴会，魏国必有所图，何其调兵，便是震慑魏王。秦国贸然出兵，恐怕不妥吧？为君上安全计，不妥也就不妥吧。诸位来此问罪，老夫明白意在何处。不论如何，秦国之君不能死在魏军的手上。真要易主，还是要耐着性子，等君上回来，动手也不迟。太傅高见，搅扰了。太傅的话，当真？君上，魏相求见。请。诺。请魏相。此行刀声波折，冒犯秦军，在下深感痛惜。秦军乃宽厚之人，请不要放在心上。秦军现在成了宽厚之人，魏相果然会说话呀！冤家宜解不宜结。我王行事偏颇，做臣子的无能为力，但我向秦军保证，魏国无意与秦国为敌。再说，秦国魏国世代近邻。魏相，有话直说。洗耳，公听之。老夫愿力促两国交好，不知秦军意下如何？大老远的跑这一趟，嬴驷为什么呀？不是为了那顶王冠，那块干肉。秦国有心与山东列国交好啊，绝无兵戎相见之意。可是魏王做的是否太伤人心了？亏得我嬴驷命大了。秦军岂止命大，福气也大。不敢当。这话从何说起啊？秦军图欲劫匪。魏族什么劫匪呀？呀，秦氏睚眦必究，何苦来呢？劫匪，劫匪！秦军图欲劫杀，左右奋勇，先逃过一死，身陷囹圄，又有美人相救，再躲一难。魏国之行有惊无险，虽未相亡，却得一后，不是命大，福气也大嘛。等等，
虽没项王，却得一后。后在哪里？秦军善罢，昨日刚从魏府出来，怎么就忘了？落脚魏府，原来是会相的大谋啊！正是，但劫杀绝非老夫所为。下榻魏府，并派徐直前去护驾，就是因为担心秦军遭遇不测呀。可还是晚了。哈哈，魏相如此费心了，哈，看来君上还得感激魏相才是啊。你待老夫把话说完再打趣，老夫无法。那位魏府小姐魏淑姑娘，才貌出众，温婉可人，虽身处魏东边境，还未到及笄之时，从大梁赶来提亲的王公贵族便络绎不绝。通往菏泽的官道上，尽是求亲的车仗。但此女心高，其父溺爱，一直没有定下姻亲。会师貌美，想做这个媒，不知秦军意下如何？惠子妙人。居然能想出这样一个两国交好的坏主意！秦晋之好，历来有之，非会师想出来的。是。寡人如果不答应呢？秦军若是不答应，那便与下战书无二之了。哎呦，吓死寡人了！不敢，只是斗胆进言，还请秦军三思。三思。比其之子，美如玉，殊异乎公族。比其之子，美如玉。小姐，你何时来的？我一直在小姐身旁啊。哦，小梅知道了，小姐现在呀是心中有人，眼中再无旁人了。好你个丫头，竟敢取笑我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看你往哪儿跑！小梅错了，小梅错了，小梅还有事想问呢。何事啊？小姐，这玉是奴婢可没对美之意，只是好奇。你说这秦军的玉佩不雕龙凤，不捉虎豹，却是一只燕子。
嫡妙人便属魏相了。秦军这是答应了，答应了，有劳了。好，太好了！我即刻就去筹办秦军大婚之事，还要禀奏大王册封为淑姑娘，让她风风光光地嫁到秦国。我插两句行吗？彭城之行能如此收束，足为我心服。至于途中那些风波，不过是鸡毛蒜皮，也不敢言忘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爹没事儿。大哥，爹，为什么？相国大人，相国大人，秦军是我所放，与家父无干。可郡守大人的确是纵兵囚禁了徐之将军，才致使秦军逃脱呀。这是因为家父怜惜小女性命，秦军之下才有所为啊。这些老夫都知道，可大王不听啊。恳请大人念及与家父多年故交之情，出手相助吧。哎呦，小姐，快，请进，快请进。千里寻来，我有一策，你可自救，而且坏事还能变成好事。请相国大人明示。你觉着秦军如何？我嫁入秦国，意下如何呀？小女只想救出家父，别无他想。这就是救你父亲的法子呀！你想想，你入秦促成魏秦婚盟，私放敌军之罪就无从说起了。你父亲又成了秦军的岳丈，大王还会治你父亲的罪吗？舒儿，舒儿，舒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来跟爹爹辞行的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去秦国。你去秦国做甚？惠相已经将女儿许配给秦军，女儿训日之内就要离国赴秦了。惠子！你这个老匹夫！你大人，小心点！我发誓，为我结怨秦国，为何让平民去赴难？女儿是嫁到秦国，又不是去挑火坑。为秦庶女，必有一战。你嫁给敌国，生不如死啊，舒儿！女儿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。唯愿爹爹平安。大王说了，秦国婚典之后便放了爹爹，千万保重。舒儿，爹爹保重。
这些珠子，每一串都可以换一座城池，也算为父一片心意吧。君作为新婚贺礼。相国大人不是这样跟我说的，相国大人不是这样跟奴婢说的。相国大人年事已高，眼花耳背，还记性不好，所以叫你来就是要你记清楚。女儿嫁到秦国去，还有大事要办，记住，你父的性命就搁在你手里了。秦军且慢。先生何事？这是去哪儿啊？回秦国呀。先生，跟我们一起回秦国吧。嬴驷，恳请先生入秦。恳请先生入秦。先生，嬴驷在你面前是晚生，是晚生，是晚生。先生教我，一定要教我。臣多谢君上。不必。君上请。恭迎君上平安回转。公伯，嬴驷能够平安归来，多亏了公伯陈兵未尽，及时解围。君上乃秦国之君，臣子班师救驾也是理所应当的。襄王之事，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归。接下来，君上作何打算？接下来，嬴驷打算解决终身大事。唉，君上做事真是每每出乎老朽所思啊！联姻之国是魏。哼，君上先是不理朝事，一意孤行，唐突襄王，却落得个众目睽睽之下被人羞辱的尴尬境遇。老臣想来，此时的君上应该是神情低落，心于反思，却不料居然又大张旗鼓的
把刚刚羞辱过自己的敌国招来做亲家。君上非君上自己的，而是秦国的。老臣班师救驾，救的也非一普通秦人，而是一国之君。国是非儿戏，君虽为君，也不可肆意妄为。公伯，公伯言重了吧？寡人自继位以来，如此这般听公伯训斥，还是第一次。因此铭记在心。然而公伯，因此从未忘过自己乃一国之君，日日忧国，不敢懈怠。还望公伯相信，切勿乱了朝臣底气。公伯，寡人告退，拟早消息。君上彭城之行，咸阳易主之事，恐怕他也知道。若再不动手，就该他动手了。如何动手？就靠简平的110号人吗？当然不。此番起事，必得一击即中，再无后手。简平区100人，只不过是最后一击。之前还有义渠王率领的草原各部前来相助，只待他们兵陈边境，吸引驰援咸阳之徒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一边破公子虔，临危受命，立为新君，一面让简平领足兵控制咸阳，保准万民生。义渠，你好大胆子！禀老太师，此事绝密，下官没有事先通报，还请太师恕罪。前日下官派去义渠的密使已经回来，义渠王已经答应了。杜之，你竟然暗通敌国！下官从来没有想过暗通敌国。义渠素为秦患，一日不除，北境一日不宁。此番引兵助我起事，事成之后，随即剿灭，一箭双雕。太师觉得如何？义渠野性难寻，引狼入室，只怕后患无穷啊！荒蛮匹夫，灭其举手之劳。这次如果一击不中，没有后果。太师，我们没有后果，没有退路。秦国的中大夫会算账的，让我发兵秦境，与驻军拼命，他们却在咸阳城篡国夺军位。大王，此时发兵是否仓促？杜之其人诡计多端，不可信呐。现在聚集草原各部，最多5、6万人，与秦军正面交锋，胜负的确难定啊。但是，如果我们绕道西南，沿泾水直扑咸阳，你们觉得如何呀？大王要发兵咸阳，秦军精锐尽在蓝田大营。如果发兵驰援咸阳，2个时辰便到。咸2个时辰，哈哈哈哈哈哈！2个时辰足可以攻下咸阳。堵了秦军最好，不成就杀了营寺，烧了咸阳，以献夺地之恨。大王说得好，攻进咸阳，杀死营寺，杀光老秦人。对，夺回义渠草原。对，没错，杀光他们，杀了老秦王，杀了老秦王。来，大王，前日晚有动静了，半夜拍门。何人？寻常摇车，斗篷披头，黑不掩面，看不大清楚。不过此人离去的时候，有人来接。也是锦衣变形，但从身形来看，不像是普通的官臣护卫，而是宫廷甲士。看样子，他是真的要去了。大人的意思是要动手了？
庭呢？把人叫来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唤我何事啊？为何不见足兵？近日查得紧，不敢在外操演。这行辕地下有密室，兄弟们都在那儿日夜操练，只等大人一声令下。哦，一声令下，捆了！哎，大人为何要置显嫔于死地？带走！让你死个明白！我问你，前日晚是否公子虔召你？前日晚。对呀。密谋反水吧？公子虔不管咸阳易主之事，只求秦国不乱。你说什么？公子虔不满君上彭城相王，也反对秦国东出。如果有了新军乱政，秦国必将树敌于天下，饱受战火涂炭。所以，他并不介意另择明君主国。还有，他更不应该为你蓄势敌袭。你如何回答？我说绝无造反之事。太师中大夫所想，也只是死谏君上。若君上仍然执着我们，便以身殉国，绝不以示昏君。龙将军，此时召将军回大梁，是有何大事？我也不知。相国，魏齐虽然是相王结盟，两国暂停了刀兵，赵国已经扬言要发兵皇城啊，魏东仍然紧急啊。还有楚国，已经发兵淮泗，没想到啊。本以为与其相王，魏国便可置身度外，结果是得罪了秦国，惹恼了楚国赵国。相国可知，大王已经下令调军河西了。调军河西？3日前便开始大军西迁了。难道？王要与秦国开战，没错，会师就是要跟秦国开战。两位免礼，来，坐。召你们两位来，就是为了商议这事儿。如此大事，大王为何不在庭前重议啊？省得吵吵闹闹的，由你们两位做决定，寡人心里就踏实了。我还带了一坛美酒来，暂为龙老将军壮行。来上酒。大王是让龙老将军领兵伐秦，可魏东正吃紧呐。魏东是魏东，河西是河西。龙老将军常年驻守在河西，这一次攻秦夺地，非得要龙老将军亲自率兵最合适。来，喝酒。喝酒！如今这局势，不知大王是如何盘算的？怎还能喝得下酒啊？这坛的魏酒，当年存封地下的时候，寡人便想，如果河西之地我收不回，我永远不打开它。等我儿子、孙子，谁要把失地收回了，谁去开启这坛美酒。不想一等就10年，可现在，大王怎么会突然觉得河西有了收复之机呢？秦国丧军，咸阳泛滥，你说是不是收复失地的好机会？秦军正在大婚，大婚完了跟着就是大丧。大丧？会师，这次不是寡人一直追着嬴驷不放啊。是秦国人，他们自己要杀自己的国君，还跑到我这儿哭哭喊喊求救兵。
就派龙老将军调兵前去，其实并不是要真打，就是替咸阳的甘龙杜志壮壮声势。一旦要是咸阳起事成功了，杜志就会把河西之地割予魏国。兵不血刃，就让你夺取3郡数十县，这买卖能不做吗？甘龙杜志之流，就成不了事。他们要闹不成，我直接出兵把失地收回。再说了，这次咸阳犯乱，义渠也发兵了，他是内忧加外患，为何还要让魏修之女嫁到秦国呢？那不是魏向你提议的事儿吗？苍穹之上的天神呐，护佑义渠草原的先祖。今天，草原上最勇猛的骑士，在这里祭祀祈祷。我们要向秦人开战，要从秦人的手里夺回天神赐予义渠肥美的草原。我们要踏过秦人的尸体，夺回先祖赋予我们的尊严。引领我们战斗的天狼星啊，请赐予我们勇气和胜利！义渠的勇士们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把女人和娃子留在草原，把死亡和恐惧带给秦人。天狼星会保佑我们再回草原，或者尸体，或者胜利。胜利！娘，快开门！要干什么？我是抱着杀敌。娘，我不。娘，我是杀亲贼。娘，不。好样的，小子！义渠的勇士，耻于病死床大，战死沙场才是英雄。好小子，随我一同打进咸阳城！好，驾！好，驾！君之乐已筑成，请太师验证。先行祭拜，义渠兵勇已在咸阳城北10里集结。一旦喜乐响起，立刻兵围咸阳。万事俱备，营前只要点头应允便是。
再忍耐片刻便到。那匕首是锋利无比。什么？忽然之间拔出匕首，他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，匕首已经插进他的心脏。别动，别让任何人发现异样。君上万年！君上，双儿对不住你。我说你别动，也不要把匕首拔出来，否则我立刻会死掉。君上，别生这，想办法关闭殿门。君上万年！君上万年！君上万年！差点毁了你！寿儿，这样杀了我。站下去，周玉一。拖着，忍住！哎呦，老太师体力不支，快回府休息片刻吧。来来来，君上，君上，卢大爱，哎呀，大贤呐，再进一寸就伤及心肺了。函谷关兵情如何？按照君上的安排，派司马错率5万兵马镇守函谷关，密集监视魏军动请。禀君上，一举领兵约5万步骑，已陈兵咸阳城外。咸阳有兵卒计划。不足为虑。真是你事先就知晓。你好大胆子啊！太师，遗嘱和使君多到？罢了，事已至此，我们立刻去太府。君上，樱花来迟。成年如何？甘龙怒至，带仪仗去太傅府了。开门宴客，御前入城。诺。喝点偏点，稍事休息。君上婚庆酒宴已定，请列位大人入殿。敲门。甘龙迎候新君。恭迎新君。太师，这是何为啊？秦军遇刺，遇刺，一曲又兵临城下，危难时刻，老夫特来迎娶新君。今天
不是君上大喜的日子吗？原是喜日，现在变成了丧日。被君上看中的卫女，今日的新娘谋刺了君上。众多宾客目睹了君上倒在血泊之中，请太傅立即继位临政，授君之乐。典礼开始。新君，新君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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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傅，接受君之乐，你就是秦国国君了。为了眼下场景，老太师筹划了多久？30年。献公崩后，老士族仰慕太傅已久。之位擦肩而过，难道你就不动心吗？义渠兵已打到咸阳城下，急需新君稳定军心。秦国国君非你莫属。太傅若不能力挽狂澜，秦国危险。来人，备马！老夫要亲眼所见，才好名正言顺登上君位。敲门！诺。老夫。太傅，老夫要面见君上。君上有惊无险，现已卧榻休息。太傅放心。老夫不放心。放老夫进去。君上有令，没有君上的特许，任何人不得进殿。秦公剑在此，谁敢挡我？君上受命，见此歌如见君上。宁吉，老夫怕你乘虚篡位，密不发丧。开幕。彼此，咸阳乱局，我还担心太傅乘虚而归。君上，襄王大婚，诸事不顺，可思悔改。东出之策，乃我新国志国策立下，寡人有生之年绝不更改，死都不改，死也不改。老夫明白了。君上，甘露杜志，易主叛乱，动我国根基底气，罪不可赦。请君上安心养伤，老臣已派人到蓝田大营调集军马前来增援，只等营华将军出城统帅，1-2个时辰就能打退一局。太傅，恕营吉刚才大不敬。将军请起。营华，请营华速领兵杀敌。将军，你到殿外安抚各国来宾使臣，并带他们到城楼之上观战，
扬我大秦军威。诺。秦军魂殿竟出如此惊天之事，秦军威仪，秦国威仪。列位，还有一个热闹去处，列国大人可愿随我一起去看看？跟我一同上咸阳城头，看秦军将士跟义渠大战。走，走走走。这一大战，我为大获全胜是件简单的事情。太好了！君上每每遇险，临危不慌，镇定坚毅，这些老夫都看在眼里。之前的冲撞，有些是试探，有些失礼，请君上恕罪。切不可，公伯切不可自责。那甘龙等人叛乱，寡人早已察觉，只是未查明底细，便仓促大婚，让他有可乘之机。寡人行事鲁莽，今后还望公伯严加宽恕。多摔几个跟头，就学会真正走路了。唉，从今以后，君上再不需要老夫喽。不，禀君上，甘龙已回府，杜至正赶往西岐家族行辕。老夫去收拾杜至。有劳公伯。传诏议。诺。出发。慢着，没有杜大人亲临，谁也不能带走族兵。你想耽误时机吗？耽误谁的时机啊？百进！秦弓箭在此，顽抗者诛族！杀了杜日，将功赎罪！杀了老匹夫，赏金3000，进爵3等！杀！
收起来。君上请坐。变故如此，老太师随心了。君上明白，商鞅酷法乃老夫的心病，心病不除，这颗心就放不下呀。身为大秦重臣，竟与敌国合谋，这便是尔等忠臣之道吗？大忠若奸，历来如此。秦国病重，若不下猛药，难道眼看着重病把秦国拖垮吗？勾结敌国，聚众叛乱，还口口声声敢说为秦国，这盘棋还在下呢，只怕已是残局。咸阳城外一举5万大军已被杀得片甲不留，杜雉已被营前擒拿。营前呐，老夫助你圆君主大梦，你何苦来？爱父终生献国，磊落胸怀，却是尔等乱臣贼子能明白。甘龙铁证如山，你还不服罪吗？君上，这条不归之路是老夫自己找来的，老夫愿担罪责。君上，请宽待世俗。甘龙，祝大秦万年呐！鼓推复辟、废止变法的甘龙杜雉，
以及其党羽，在营泗铁腕之下抵挡疫情，内忧已除，秦国又要面对迫在眉睫的魏国犯境。大人，君上来看你了。君上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。赶快回宫静养。上以养好。赶快回去。公伯，营泗就不能在这儿待一会儿吗？老夫时日无多了。不，公伯，你说哪儿的话？你不再是老臣监国的新君，也不再是乱臣图谋的弱主。你和秦国都要有如临深渊之警惕，如履薄冰之警惕啊！营泗的禁忌，许我见来。此剑是先王赐我监国所用，现在我不担心了。应急接剑。太傅，太傅不可！把剑拿着。应急要好好帮着君上，你们兄弟俩要好生待秦国。太傅，卫女拜见秦君。一别受月。
没那么容易。死之前，你还有何话可讲？只求速死，别无他求。不想知道你父亲的消息吗？恳请君上不要将罪女父亲的消息告知家父，罪女不想让家父伤心。你父因得知魏王囚禁他，是为了逼迫你刺秦，大骂魏王昏庸无道，以碰壁而死。爹爹。君上，让我死吧！我求你了，让我死吧！让我死吧！让我死吧！我求你让我死吧！你可仍愿做秦妇？寡人要你的命做甚？我要的是你的心。害了我义渠国，勇士们，举起头颅者赏100金，升百夫长，给我杀！蛮牙子，这个名字好怪。怪吗？怪你也得听，总比你那个害来害去的好。还是野马的意思。
在草原上，野马就是天马。你会回草原吗？不会。那如果有一天你得了国，你会来找我吗？不找。啊？我要是得了国，我就带你一起走。我要是不走呢？那我就不要走了。那你答应我，我们就在这间草屋子里，1日3餐，1年4季，然后再生一窝小蛮鸭子。你把我当下猪仔了？来吧！这是义渠最好的骏马。哎呀！是谁呀？如此神勇！这就是我要带回草原的王子，义渠汉。义渠王子一直在这楚国，我也是多方打探，刚刚找到。又剩黄金，又剩骏马，就是为了这位王子。义渠国兴亡，为秦国美色珠宝疑惑，国政荒芜，不计咸阳屠戮之仇，甘做秦国附庸。想必楚国也不乐意看到吧？为何不愿意看到啊？楚国和秦国历来盟好，从无刀兵之争啊！大人，楚国的封地商於两地为秦所有，秦国没有归还之意，还迁民至私，设县筑城。楚王怀嗣大捷，正欲发兵秦国，收回祖宗之地。如果义渠在秦国北边遥相呼应，楚国进兵，恐怕就顺利得多了。楚国可以派兵护送王子归国，并且相助王子主政。孩儿，快来见过令尹大人。王子复国，楚国竭尽全力。王叔，我要回草原了，还不谢过令尹大人？我不想回去。什么？你忘了你父王是怎么死的？孩儿不敢忘。令尹大人愿意帮你复国，还要帮你报杀父之仇，你回不回？拜见君上。免礼。为何让你反秦呢？恐与河西调兵有关。魏国又有他。据臣所知，魏国已向列国派出密使，希望求得援助。谁会帮那个老匹夫？
君上请看。秦有虎狼之君朱良臣重酷吏征战御营，初有好战之王，掳掠邻邦，染指异域，骄奢苦民。可怜天下朝秦暮楚，苟活四强，不如伐强自保。何三晋所擒，连越蜀若楚，此乃合纵之策，联弱国以抗强。此乃合纵之策，联弱国以抗强。何人的策写？魏人张仪。张仪。何许？那块玉不是我偷的，难道令尹大人冤枉你吗？竟有如此嘴硬的人！不能再打了，再不招，把你舌头割了！哎，醒醒，醒醒！行，神志清醒。我舌头在吗？在呢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怎么被人打成这样？我也想问，我为何被人吊过梁上鞭打？为何宾客云集，单单知我窃玉？我看起来像贼吗？难说。你们楚人看谁都是贼，对谁都贼眉鼠眼，大王昏庸，臣子市侩。没错，没错。我不是楚陶的囚奴，我是被令尹赵阳无止窃玉的魏国名士。哦。告辞。你去哪儿？天下。天下。啊！慢点喝，慢点儿。多谢。美女。你说第二遍了，我知道我是美女。张仪多谢姑娘大救之恩。好了好了，我叫米丫头。你姓？姑娘是贵胄之后？以前是，被朝阳那个老匹夫整垮了。没错，老匹夫。还有啥干的吃吗？有，还有饼。王叔可否先行？孩儿在此尚有些事情未了。何事未了？孩儿居楚多年，结识了一些朋友，这不辞而别，恐怕贸然吧。朋友？你的朋友在草原，中原接近虎狼，哪来朋友？那，王叔，孩儿可否带一人同回草原？谁呀？米丫头，孩儿在楚国结识的一位姑娘。孩儿，
记住了，这次回草原是为了报复仇、夺王位，别的事情一概默念。如果王叔不答应，孩儿不回去了，你就不回去。不，王叔义渠国有强国雪耻，轻而易举啊，孩儿就别添乱了。就为了一个女人，你竟然不要国，不要王位？不能为一女子守信，何谈许国已成？王叔，你要一个背信弃义的侄儿做王？见面可以，不得带走。吃完了。官场险恶，世事难料啊！倘若你父没有失势，姑娘或许便是宫室之后；不是嫁到朱皇那做妃，便是国君之后。岂会在这荒郊野岭的地方与虎狼为伴？比你强吧？啊？如何？我是说，我还没有看到过靠舌头谋生的人。岂止谋生啊，还可倾国兴国呢！哎，不信，姑娘倘若不信，张仪在此放言，将来倘若发迹，一定助姑娘嫁入王室，以了心结。张仪，你是到处这么放言，到处这么大话欺人的吧？大话欺世，不骗人。好啊，那张仪何时发迹，将来又何时到来呢？说不出来了吧？别吃饱了饼就在这胡说八道。好了，我知道你将来一定会发迹的，我等着你接我当王妃。拉钩。算了，姑娘说的对，将来何时来，张仪不知啊。张仪不敢负姑娘之主。真的生气了。我的白鸭子来了。白鸭子，别动！丫头，王叔要带我回草原。回草原？我想带你一起走。我不去，我也不让你去。王叔想逼我，我怎么办？那你强留啊！他手下有人，你就杀了他。他是我王叔啊！谁把你夺走，他就该死。孩儿，该走了。对，走了，不让他和我亲热一下吗？张仪，看着他们。啊！我看着他们。你真的想回去？想逃，可王叔派人日夜把守，根本脱不了身。我们从后门逃，出去就是江陵。他要是敢追，就让他回江陵。丫头，你还是跟我回草原吧。跟你去放羊啊？我才不去呢！走。不好，想逃，快！米丫头，带着我。一群人设的马阵，不自量力。你为何要带走我的麻鸭子？哼，他是我们义渠国的王子，不是什么麻鸭子。麻鸭子，不要跟他回去。你要是跟他回去，就成了他的摆设了。他是想让你复他的国，报他的仇。一派胡言！怎么样，在义渠失势了吧？想拿他做幌子？你哪
那是什么富国兴国的好人？分明就是跟商人一样，卖国卖国！泼妇！你敢动手？你要是敢动手，我就让你走不出云梦泽！哼，你以为这是哪儿啊？楚国啊！我看王爷还是夹着尾巴做人比较好一点。这女人什么来路？息怒，她是楚国公室之后。我公室之后，为何如此落魄？跟王爷一样，失势了。你是何人？启禀王子，王子莫要烦躁。回义去后，王叔自然会给王子你再找上一堆美女。至于她嘛，不如让我带到别国做王妃吧。说什么？张仪，你瞎说什么？不要捣乱！既然如此，孩儿，跟我走。走吧，走。放开我！放手！张仪，你真的以为我把你的话当真了吗？李丫头，你爱的不是李世安，你爱的是李王子。李丫头，你等着我，我一定会回来的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你走了，你别回来！放屁！是你自己想走。撒手！撒手！张仪，你说满鸭子会来找我吗？不好说。你若问我定国安邦之策，我有谏言：男女之情啊，先生未曾教过。就算他来找我，我也不要他。也好，跟着那位草原王子啊，刀口铁密，不安生。以姑娘姿色，富贵唾手可得。咦，张仪，你的先生还教了你些什么混账东西啊？姑娘何出此言呢？我和麻鸭子一别，不知何时能见。你不知道温言相位也就罢了，还说这些混账话。什么以姿色换富贵？你很想富贵啊？如此薄情，不懂世事，就算得势，我也瞧不上你。无心之语，若有冒犯，还望姑娘恕罪。算了，找你撒气也没有用。走吧。张仪，我们俩的约定还算数吗？算了，你都瞧不上我，张仪无能，不敢与姑娘盟誓。我不管，我等着你来接我当王妃。好。陆家、沙迪两人进爵一等，逼迫沙迪10人免兵服役，俸禄加10担，进爵一等。秦国自商鞅新法以来，有功者皆一论功行赏。此次宣令名单所褒奖者，乃一曲为咸阳一战，受伤痊愈者，可即返回兵营；有伤残不治者，发给钱粮。秦国强大，一靠新法，二靠耕战。战国不战事，乃痴人说梦。我秦国欲自强于列国之林，所靠者靠的是诸位一次又一次浴血奋战。诸位皆是我大秦有功之士，请受寡人一拜。兵军上，魏国发兵河西夺2城，魏国死士营屠城，杀戮秦民数千，10数万秦民被驱逐归国，函谷关至咸阳路上尽是难民。我
血，夺回河西！一切还钱，夺回河西！一切还钱，夺回河西！一切还钱，一切还钱！君上，这是孟宽叫上来的兵符。这个时候交兵权，孟将军惧怕了。就在朝堂之上，他不答应此时出兵，说什么肃乱初定，人心惶惶，想要退地以求和，缓过这口气，再出兵，再收复失地，听着就心烦，就收了他的兵符。君上，不能再等了。已有探马来报，魏国主将龙骨战成之后，调魏人筑要塞、修长城，建造大船，欲渡过大河，深入秦境。昨夜晚间，我偷跑出宫，到一家小酒馆，听见有人也在谈论出兵之事。君上听到些什么？那些后生们都说，为了秦国，喝完酒便要投军。寡人听了有底气呀，秦国可以打。民心所向，国之大幸啊！君上，经过如此劫难，秦人还有如此血性，魏国何惧啊？战与否，现在不在话下，关键是谁领兵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今老将们聚兵，小将们尚未磨砺，青黄不接呀。君上，臣有一人可见。讲，公孙先生。寡人也想过他，不敢用。公孙先生一将一帅，且熟悉魏军的阵法布防，实为不二人选。公孙先生统领大军是大才，寡人从未怀疑过。然而此人太过重情重义，那魏军主帅龙骨待其曾有恩，我怕他顾念这些。用人不疑嘛。如若生疑，君上何必请其入秦啊？秦，大秦此战非同小可，只能胜，而且要大胜，速战速决。秦国如若兵败，齐国必出兵赵韩，控制3晋中原通道；楚国必定出兵，然至商於之地。如此，萧汉之前，黄河天堑，反手便会成为攻秦坦途，锁秦铁链。因此，咸阳平乱，肃清朝政，然人心惶惶。河西之战若再败，人心必溃。我的大秦呐，这一次真是豪赌，输则满盘皆输，再无翻身的机会。他西手虽负盛名，我恐难以负重啊。此战可以证明啊。我怕的是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士，一个从未领军的外人，让他去调度他们，有恐不服。而此种情况一旦出现，必贻误战机。君上，君上若令公孙先生为帅，我和银华愿为副将，辅佐西手，一同作战。你
真是我兄弟。走。英吉，知道寡人为什么叫你来？不知。这兵符本想交付于你的。老将军们真是老了，虽功夫征战多年，知道战之利亦知战之苦。锐气磨石，唯欲保守谨慎。秦国现在正如一匹奋蹄狂奔的怒马，不能求稳，亦误时机。你听讲，他国便来了，不是你死便是我活。将军们老的跑都跑不动了，这怎么得了？英吉，你，英华，你们该登场了。这边请，这边请。来，预备，都预备好了。嗯。吃点菜吧。就这么巧，知道大人来，这条鱼就蹦了出来，跃上了渔家小舟，一个壮汉都抱不住。抓到了！大一条鱼啊！是啊，没见过这么大的鱼啊！哎呀，鄙人也是头一遭见到如此大鱼，我家厨子都头疼，不知如何做法。此乃大和之礼，泥腥之气较重，该当以香料炖煮。哎，河鲜吃的就是鲜奶，炖煮便当劈柴了。对，但凡荤食，高油烹炸，佐以肉酱，方是正道。大谬！那这位先生，你有何高见呢？这人是谁？不知此鱼来由，便定人家去路。鱼若能言，定笑尔等粗莽陋夫啊！吃条鱼要知道它的由来。那我是不是要打探一下他的祖望籍贯？公子所言极是啊！此鱼出自禹门，每年季春之时逆流而上，跃出禹门，则有天火烧其尾，化身成龙。此等神鱼，若用俗世之法烹制，我先为其掉泪呀。那到底用何法炮制？用何法炮制啊？先有利器，再吸神鱼。哎，我这你来，上刀！这是什么做法？如此大的鱼怎么好用？出刀难斩。还挺挑鱼，不用刀。先生，看我劲儿！再见了。先生品鉴如何？先生，高看不上了，你这么好的剑居然看不上，太挑剔了。是啊，骗的吧？哎呦，听这声音！哎呦，好剑，此剑之人，并非一般人所见的。哎呀，你终于上来了，快来看看！好久。哎呀，按主经理。嚯，哟，嘿，从未见过如此做鱼的方法。有点像自由戏的。是啊。一回见，就是。哎呀，这不可貌相啊！这等吃法。算完就做完了。是啊，看。有劳厨师将苦酒、姜汁、海盐调成战士。好。哎，这点人吃的啊！没吃过啊！哎呀，慢，公子，你请。
看上去不错呀，咱也吃不着这个。不知道这味道如何？这就这么吃啊？哎呀，先生如何？先生，公子说说如何呀？味道如何啊？味道如何？合酒佐菜，烟蒂烧酒，味薄辛辣，正好君臣呐。快，还不如配点清酒呢。为此欲暂其情。先生若不嫌弃，拼桌一醉，那就打扰昭文君了。真是昭文君，果然昭文君。没有如此考见，数头反响啊！行。咱们也回去喝酒去。公子请走吧。哎呀，死得娘鱼真是没有口福啊！哎呀，先生喝，可曾见过？张仪无缘得见昭文君，是将才那柄宝剑告诉在下。头一回见。来，沾上。尝上一口。哎呀，先生识此剑，湛卢名剑。欧冶子所著，世称仁义之剑，曾为阖闾勾践所有。后勾践陷于夫差，夫差不仁，此剑不翼而飞。天下战国，道义气势，仁义之剑，只好暂存周氏。大征之事，人道不是啊，不如出义兵，伐乱尽暴。张子奇论，公子不以为然。张仪为公子详解。济世之策，如作余生。适才经理使法，有说遁，有说会。遁乃人证，潜移默化，春风化雨。自己取余生使法，快刀快石，像义兵。妙论。敢问张仪师从何人啊？恩师鬼谷子，让人神往。鬼谷子先生乃传说中之人，不想真有其人。确有其人。张仪蒙恩师不弃，毕生绝学，倾囊授我。鬼话连篇。鬼谷子如果在世，高寿几许呢？先生不过20多岁，如何蒙其亲授，还毕生绝学？无需辩解，世人皆以名师为荣。不过我观先生已然明示，不必扯他人之己，撞自己的胆。公子谬讲。来。不过有一事不解啊，先生之辩才，上可辅国，下可入幕府，为何到这里来了？慕名而来啊！俗商云集之处，有何名可慕？大有名头。这无名居呀，乃巨富乙盾之后乙未所开。乙盾以皮革珠宝发家，可乙未呢，却另辟蹊径，列国开酒肆。布置豪奢，网罗天下珍肴，名酒名茶，中原美女以及化外胡姬。你道为何？对立。太小看乙未了。哼，他知道洛阳城每天都有不少朝觐周氏讨要贺作的君侯使臣，在此设店，名为谋利，实为探听消息。哪一国开战，他便祖运军资，贩售兵器，其中之利倍时不止啊！哦，难怪啊，他求我为本店取名，润笔居然100斤，天下巨富嘛。那先生呢？先生此来何为啊？欲择明君，须先寻引荐之人呐。如此高士，还须寻引荐之人。酒香也怕巷子深呐。有了引荐之人，还需近身之资，拜门投简，礼金礼盒，打发门子，设宴酬谢。张仪身无分文，那就寸步难行。亦可孤身闯宫。我若资助先生呢？
就为刚才做的这道鱼生？说实话，我那是瞎说的，就为引人注目。拿余生比作乱世，妙玉，奇想，举重若轻，细小不羁。细想呢，却又精准犀利。我见过很多名士，如先生这般少见。遇到识货的了。来，慢！我识君之才，却无用君之地，你还得统明主。大人，吃的可好？很好。本店进了几坛琴酒，不妨一尝。不必了，拿绢帛来，我为你提名。好。嘉鱼居，今日有幸品尝神鱼，正好得名。小的祖上贩牲口发家，虽有薄利，却有后妃。小人开酒肆，就为不再与之瓜葛。你这嘉鱼居，这又成鱼贩了。你可听说南有嘉鱼蒸然照照，君子有酒，嘉宾试宴已悦呀？那就是与鱼贩无关，毫无干系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润笔一杯头。请大人笑纳，多谢他。张子，此处喧闹，你我一步买醉。好啊，就不知张子是喜欢品酒还是拼酒呢？若是喜欢品酒，我有极佳之处，古琴佳酿；若是喜欢拼酒，也有戎狄在此置考店。曾闻王城有九州宝鼎，张仪想鼎钱问天，以酒壮志。张子，冲这话要是换做别人，脑袋可要掉下来好几回了。无心问鼎，诚心敬拜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就是天下，天下没这般凭借。古往今来，问鼎者都已变成过眼云烟，王侯将相，匆匆过客。
但是张仪二字千年之后青史永存。那敢问，哪国青史愿存张仪呀？去！一点心意，请张子收下。公子心意，张仪领了。嘿嘿，一斤不足，一斤不足。应付路上开支，此金绰绰有余。随身多年，无一人能讲出此剑的来历，就赠识货之人吧。如遇明君，张仪转赠；如若不逢，他日必当奉还。赠你防身，并无择明君转赠之意。唉，乱世昏昏，何来明君啊？一位啊，哎，一位去哪儿啊？秦魏河西开战，我这送粮草去。两国开战，你送粮草？要皮甲刀剑，我也有啊。送与哪国啊？还没想好，两国都与我做生意。到底是天下首富啊！啊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。哎，张子，何妨一同观战，与国谋利？好啊，走走走。走，驾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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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龙骨用兵沉稳，从不轻敌，战时详察敌情，守时勤修堡垒。河西这些长城要塞，就是他主持修建的。老将军很重视河西呀。当年魏王命其东伐齐国，他仍命河西守军，每日必成军报备东前线。如此说来，龙骨不会轻易出兵引战。老将军有古风，推从阵战。秦军刚到，疲惫之时。魏军养精蓄锐，急于开战，我军正好引其入套。传众将入帐。诺。拜见将军。传令官听令。诺。速将约战送于魏营。诺。将军，这古人云：“兵不厌诈，为何约战呢？”咱们名花放肆，情侣你都忘了。不可妄言于帅。以军车打头，步兵居中，所有攻城器械随后，呈正面进攻之势。将军，魏军若虚主阵，重两侧进兵，秦军危险了。狼入羊群，不必担心。传令，列阵攻击。诺。我赌魏国胜，100斤。我赌河西一战3日结束，5车犀牛皮，灭秦族5万，100斤。我赌秦国胜。哟，看来先生是钱太多了，独具一格，赌秦国胜。我问你，秦国凭什么胜？大秦主帅公孙衍善用兵啊，其人用兵如鬼，征战如电，奔袭如火，有西首之称。2员副将，一为营吉，
又称智囊，其人锦心绣口，智勇双全，意为营华，号称大清第一猛士，有万夫莫挡之勇。押这个，下注多少？余尉押多少？哎呦，乙未出手就是大手笔。如果秦魏决出胜负，乙未所获之利，可不止这一袋珠宝吧？说对了，两国都与我做粮草生意，分不出胜负，我就得一人10斤。你到底看好哪一国吗？重要吗？韦塞尔，末将在。西首为何约战呢？古人云：“兵不厌诈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。”按常理，秦兵远道而来，未作修正，兵力不及我，战力更不值一提。然又即可开战，此乃兵之大忌。传西首运兵如鬼，出击如电。又闻秦军苦练阵战，以1万之兵力绞杀一区5万。秦军是诱我正面决战，据此，我部应主阵空虚，侧翼负重兵，待诱敌深入，两侧合围，由其断尾。不愧为老夫的学生啊！众将听令，在。步军分兵2翼，车阵居中，诱秦军歼灭。何地？在这儿，魏军不敌秦军，拼不上几回便被秦军攻破。张先生啊，预估了得，恐怕没那么简单吧？故弄玄虚。报！禀报将军，秦军一鼓作气，陷阵发营，指向我魏地纵深。好，两军主将立刻合围，灭秦军于魏地。报！各位老爷，新的战报！魏军已成合围之势，秦军未及。不想秦军阵后突然喊杀震天，尘土飞扬，疑似秦军主力并未出击，意图前后夹击。夹击啊！报！禀报将军，秦军又攻陷2城，并未停留，直奔魏国纵深杀去。秦军后军呢？已逼近我部后阵，兵力约5万步兵，10里外似有铁骑。似有铁骑？10里外人吼马嘶，尘土飞扬。将军，我看我们应分兵狙击。各位老爷，又有军情。龙虎刚分兵对付秦军，秦军前军就回师与魏军展开正面决战，魏军成了被动迎敌，近身战，魏国讨不到半点便宜。禀各位老爷，秦军胜，斩首8万，虏魏国主将龙虎。不再赌了吗？我还赌什么呀？我的1车犀牛皮哟！我的5车犀牛皮，赌秦军何时退兵，魏军何时重来夺地啊？算了，哎呀，将军，得罪了。
将军，请。打了一天，你不饿？公孙先生，老夫有一事不解，还请赐教。将军请讲。你在魏国的时候，鼓推偷袭，不懈征战，为何今日却用了最老实的阵地战呢？秦军擅长阵地搏杀，其悍勇，列国惧怕。再者，重兵长驱直入，拿下雕阴城，魏军后援就被切断，阵地主力势必尽后。老将军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分兵伏击，反而是分散了兵力。老夫弄巧成拙了，分兵严杀，不想反被处处截杀。我再问你，倘若老夫不分兵两翼，与秦军正面交战，战况如何？不知，仗已打完。前后两部佯攻偷袭，聚拢已经溃散的魏军，就像饿狼驱赶离散的羊群，继而食之。你的本意不在退兵取地，而是在屠军啊！我10万人马呀，竟然斩首8万，此一重创啊！魏国数年之内不能恢复元气，再也不能拒秦了。雕阴失去，汾阳不守，河西之地为秦所有，魏国西境门户大开，再无可守之地了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老将军不必过于惧怕。哎，老夫没走眼，公孙先生果然将才，只可惜大王不用，河西要塞乃无其所见，今日在老夫手中丢掉，无言为国。无言为国，无言。禀报将军，战时间谍就是他们所雇。这个是上人以卫，说是有粮草押赴大营。这个是张仪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的，很是可疑。将军可是西首？让你说话了吗？将军定想问为何雇间谍？为何？为赌。何赌？赌战。哈哈，赌战，数10万将士横尸疆场，有多少孤魂野鬼？你竟敢拿来做赌？那也是将军所为。我问你，你敢不敢赌？你这颗人头顷刻间落地？不赌。不敢？不是不敢，是不赌。
压下去。拜见君上。河西大捷，战敌8万，请为主将龙骨。河西大战，乃秦与三晋之战，100余年来首次大胜。一位，跟着我，有你大富之日。我已经很有钱了，那更多的钱呢？哎，我不会掉脑袋吧？没准儿，我只答应你更多的钱，可没承诺你肩膀上那颗脑袋。张仪啊，张仪，我真搞不懂你。100年旧耻，一战尽息。西首将军，公孙衍将军，将军神武。将军请受，请大良造。谢君上。小弟姓狄名破，知道啥意思吗？破阵的破。我爹给我起这个名字，就是为了听过破阵杀敌的。听我爹说，当时驻军河西接到家书，说我要生了，就给我取了这个名字。哎，你爹也在军中啊？
贤军大将。令人高兴大名啊！说来伤心，我爹已经战死。来，这狗日了！爹，谁是你爹呀？你爹是前军大将，早就战死了。还是随便说说而已。谁教过你吹牛的？那不是身上没带酒钱，就随口一说罢了。哎，爹。先生，请。先生头回来，请上酒。本店只供应味酒，先生如不适用，还请一步。只为味酒而来。先生是魏国人，满室魏婴，满桌魏食啊。先生如果嫌闷，奴婢可以为先生换取。姑娘随便。方才所奏，乃春喜之物，为何独自落泪啊？想起故土，奴婢一时失态，望先生恕罪。魏国兵败，却奏喜音，是何用意？公子要听何曲？既饮魏酒，换鼓。诺。战甲已备，劲鼓催人。渭水汤汤，壮我军魂。战甲已备，劲鼓催人。渭水汤汤，壮我军魂。战甲已备，好大的胆子！竟敢在秦国奏魏国的军歌！秦国并无饮酒虚唱何曲之规，败战之国，竟有如此嚣张之徒！咸阳城内还有魏商谋秦之力。河西之战，秦人受尽欺凌，秦都魏人却逍遥乐在。滚出秦国！滚出秦国！滚出魏国！滚出河西！魏人所在店铺通通给我砸掉！关掉，一个也不许放走！诺。大良造，都住手吧！我是秦国大良造，河西之战，我斩魏军8万。我更是魏人。洗手啊！
赐爵之夜，不在军营欢庆，居然跑到魏人的酒肆去，还闹出人命。大良造果然是高人，行事莫测呀。龙骨之死，西首痛责自己，此事还请君上慎重，万不可为迎新一面之词所惑。西首重情义，是好汉子，但你说他会为我大秦尽心尽力吗？用人不疑，君上早已说过。想网开一面，但有恐国人不服，你说如何是好？西首当时已解劝，何罪之有？杀人者魏公子嗣，处置他就是了。上将军到，咸阳令到，大良造到。列位，迎新入狱已有数日，君上口谕，此案非比一般聚众斗殴，其涉及秦法实施，涉及各国旅者商贾在秦权益。既然公族朝野议论纷纷，论述不一，特召集诸位入殿，各抒己见，论定刑责，以彰秦法。凡是论罪，都要查明因果。此案起因在于魏人泄愤，河西大败，伤亡惨重，在秦魏人借饮酒唱曲，以宣泄对秦的愤恨。迎新一时不满，难以克制，这才动手打人。若论刑法，肇事者当是魏人，尤其是魏国王子。太庙令诧异，秦法不诛心，魏人悲愤也罢，悲情也罢，饮酒唱曲儿，皆属感情流露，并无触及秦法。而迎新借国仇，动以私情，并使一魏人群殴中致死，难以逃脱秦律。罚。列位，迎新动手，实乃声张大秦道义，贺阻魏人以听乐为名，寻衅闹事。迎新即便有罪，也该赦免重罚。有罪无情，何谈律法？既然有罪，就该按律量刑。迎新之罪，当量以何刑？按律，轻则杖法，重则断臂，并处死。处死断肢，万万不可呀！万万不可呀！迎新入狱已有数日，其本人是否服罪？迎新对罪案一日情事供认不讳，只是什么？只是迎新就在殿外候审。传迎新上殿。迎新随带甲士，闯入魏人在秦合法经营酒馆，公器私刑，致人死亡，当依法量刑。你对迎新宣告相应法条。当岳其有弊。上将军，万万不可鲁莽定刑啊！当今君上因为曾是太子之时，就因所谓私刑，被削爵流放，牵扯公伯营前被夷逼呀。小公病危之际，险些遭到无人继位之祸，难道还让大秦国重蹈覆辙不成啊？君上，都别动，都别动。给迎新松绑。迎
迎新既已服罪，就容他量刑从宽，杖20吧。私刑以致人死命，杖20，能服众吗？方才太庙令提起往事，寡人百感交集啊。想当年，公父与商君为新法立威，寡人至今无怨无悔。秦法昭昭啊！我大秦上下，朝野内外，当警钟长鸣。什么叫重蹈覆辙？宁信，断你右臂，服吗？君上如此问，迎新服，但又不服。服与不服，都可直言。君上欲迎新一臂即秦法，迎新臣服，只是事有因果。迎新服刑，大良造难逃其咎。迎新，我秦法不诛心，你不要混淆。法不诛心，道义论心。迎新，言初入秦，恰逢秦魏河西大战，君上赐臣统领秦军，虽面对母国士卒，仍义无反顾，以雷霆之势击败魏国。言可曾犹豫过？大良造严重了。列位，大良造为我大秦雷霆用兵，天下共睹，不是吗？难道大良造在战场上是秦臣，回到了咸阳就成了魏民？未尝不可，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之。自河西大战之后，每每想起龙骨自裁，魏国士卒尸横遍野，言便心存悲情。且不说入了咸阳变成了魏民，母国乡愁还是有的，点取只是一解乡愁之渴。如果此事是言点取而生成，那言愿向君上问责。君上，臣愿与大良造各断一臂，臣心悦诚服。我大秦律法有没有一条不得在秦境内奏他国乐曲？有否？迎新，休得在屋里纠缠。廷尉令，臣在。且将迎新收回大狱，择时按律越断其右臂。诺。押下去。君上，西守在秦，国无宁日啊！会相啊，公子嗣在秦国待了多少年了？5年。哎呀，可怜我儿啊！寡人差点把他忘了自己还有这么一个骁勇的儿子。公子嗣为秦人质，就该守本分，不妄动，竟然与秦国宗室世子冲突，秦若追究，与国不利。张大夫所言极是，公子嗣哗众取宠，危及魏国，微臣斗胆谏言，公子嗣此举别有用心，恐怕是引人注目，进而觊觎王位。恐怕个屁！觊觎个屁！你这就是腹诽！难道说魏国人都要像你这样拒秦魏楚，蝇营狗苟的才算是守本分吗？魏嗣之举乃魏国之光荣，
国之壮士，他身在虎狼之国，居然敢孤身死谏。你们当中哪个有这个胆识的？明日通知内府，将魏四俸禄加倍，赏金100，貔貅10阶。散朝。散朝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寡人又说错话了？的确，大王刚才所言大谬。你大王息怒，老臣要提醒的是，大王欣赏王子在心里这道便好，万万不可说出来呀。大王方才朝堂之言是激赏公子嗣，可却会害了他。此话怎讲？现在魏国已经有了一位太子，若太子获悉，会如何处置威胁自己储君之位的人呢？还有，要是秦国知道了，就真拿他当人质来胁迫我们了。魏四拜见大人。咸阳境内，你敢煽动魏人闹事，还出手杀人，你可知罪？杀人偿命，大人无需多言。那好，本官就随你心意。来人，慢着！魏四不惧冤死，指望一死能换来秦国善待助秦魏人。秦国从无冤杀之力，杀人偿命，还喊冤？分明是秦人聚众挑衅，借机发难，魏人无奈自保。魏四出手过重，却也是情势危急，自保而已。魏人曾经待河西秦人不屑，焚屋毁田，驱逐离魏。秦国难道偏要睚眦必究吗？以不义报复不义，仍是不义。讲完了，恳请大人明断。此事我会详查。提醒你一句，秦魏仍属交战之国，你身为敌国的人质，还是老实待在官邸，不要轻举妄动，否则我不会再给你说这么多话的机会了。魏国和齐国的马陵之战，太子申战死，魏国另立王储太子贺。魏四旁述所出，年未及冠便离国为质。入秦魏时也不拜访，魏商也不奉迎，要不是这次闹事儿，恐怕魏国早就忘记有这么公子嗣在秦国了。魏四不错，敢出头，有担待。现在的魏太子魏贺，昏庸软弱，沉溺声色。魏王大限后，若是太子贺继位，对秦有利。魏四好，寡人还是觉得魏四好。一个昏庸的魏王，或许不敢攻秦，但他手下如果怂恿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出。魏四是聪明人，明白人，他越聪明越明白越好。我们助其主政，岂不更妙？但就怕养虎为患。不是猛虎，怎配你我兄弟萌养？慢点，这是空城大人要的酒。儿女，过来帮忙。拜见先生。
此作甚？前次未电，幸得先生出手相救，还给先生添了麻烦，特来致谢请罪。不必，请回吧。先生惧怕什么？你身为魏国人质，到这儿是死罪。你真以为我是来道歉的吗？公孙衍，我那日便是故意设计陷害，挑起你与秦国宗室之争。公子行事为何如此歹毒？蒙古老将军曾授我兵法，被你杀死。魏族揭我手足，被你屠8万。公子这样会惹祸上身的。只要能引起秦军猜疑，不用先生，但死无妨。魏嗣少小习练兵法阵战，为有朝一日与国效力，不料想却如行尸在敌国苟活。父王不忍，竟以死士之职辱君。待我有朝一日重返母国，一定国事以待先生。就算离秦，我也不会再是魏国。魏嗣冒忍，实因魏国为秦所辱，还望先生恕罪。别扔下我呀！哎，带我一起走啊！我身无分文，我如何过日子呀？我……客官可是旧店，请问是老板娘吗？没有老板，哪来他的娘？店主力齿，张仪佩服。张仪？哪的张仪？魏国名士张仪受邀入秦，被何人所邀？秦国大良造西首。自商君死后，秦国好像没有大良造。姑娘不知，西首河西大战有功，咸阳城外10里，秦军亲自交营，将才封的。要上访一间。哎，你等等。上访？我可是大良造西首请来的客人呐。我看你是大良造身边的甲士，押送至此的吧？那叫护送，会说话吗？那为何让你住这儿？这很差吗？当然不是了，只是大良造的客人一般都是下榻上舍，或者是外使驿馆。多话！哎，说话呢？我说姑娘眉目如画。哎，你说假话不会打磕巴的你？上房一间。哎，你等等。痛快，痛快！转眼之间，河西在握了啊！河西在握了，唉，河西在握，这河东也就在望了。反正在先生而言，都不过是举手之劳。先生，为我大秦再辛苦一趟如何？大良造，雕阴一战，河西无忧，然而魏国却在河东增兵布防，虽无出战之意，但是一旦开战，河西并无秦塞御敌呀，只有将河东拿下，迫使魏国将驻防撤离河东3邑，大河天堑方可真正归为秦境。等其再犯，
不如乘胜追击。君上赐臣大良造，臣诚惶诚恐。这理所应当。公孙衍向君上辞行。君上待微臣情同手足，微臣感念终生。这怎么就……大良造，是否因为前日迎新欺辱魏人之事？非为此事。君上与鲁骑爵位停其俸禄，令其择日迁出咸阳城，对参与此事的亲人也全部没及下狱了。非为此事，非为此事，只是微臣力竭，只是倦鸟之反。君上该令寻找大才辅国才是。先生便是大才，我为何另择啊？再者，这普天之下，有何大才堪与先生比肩呢？有，君上心仪之人已被我带回秦国，就是那位合纵大才张仪。张仪激将，微臣入套。聪慧过人的西手，也会入他人之套。张仪说，凭他的口才，可以兴秦国，也可以亡秦国。还说，我若不引荐，便是什么妒贤忌才，怕丢了高位重权。我不管他是谁，一句话，先生的位置，普天之下无人能替代。此事不必在意，先生不可离间。刚才说张仪入秦，张仪现在何处啊？再来坛酒。先生心情欠佳？没有心情，何来欠佳呀？何事烦恼？忘了。先生何其健忘啊！来敝店住了3日，也未曾见大良造来访，倒是见先生成天的借酒消愁了。你这个店名啊，宣苏，忘忧之意。先生高才，居然知道本店名的由来。宣苏客栈，就是让人云际天涯又宾至如归之意。随身在异乡，亦可忘忧。只能暂忘，何来长乐呀？世事皆是如此，这才放下，又提起。说得不错，我有一句话，刚想放下不提，又不得不提了。既然不得不提，那就说吧。先生，你来敝店住了3日，
这房钱、酒钱、饭钱，可分文未付呢。我是受邀入秦的，自然有人替我结账。伙计，又没酒了。来了。这是何物啊？先生还是自行结账为好。无礼。站住！莫要动粗，你已经缴了我的酒信。你若付了钱款，我即刻就放你走。放手！张仪在哪？哎，就是他，想赖账。先生请入宫。君上有请。还不放手？见过君上，所欠之账如数奉还。再抓，再抓，再抓紧点儿。偏民引路。落。掌柜啊，我不是得罪他了吧？还是宣张仪进殿。魏人张仪拜见秦军。不必多礼。先生入秦，为名为利。天下熙攘，皆为利往；庙堂英营，皆为名来。张仪为名利而来。既为名利而来，先生可有助秦之策？秦国以国事待我，当然有国策相赠。未曾建言，先谈条件。先生很会做买卖吗？张仪少华虚度，囊中羞涩，家中老母至今仍居草庐，以缝补为生。张仪早一日做成这个买卖，早一日便可孝敬老母。这是利，不是名。名也要，有名可换大利。先生窃玉之名，早有所闻。既然大人提及，张仪在此再说一次。楚国令尹朝阳所丢碧玉，不是我偷的。朝阳门下食客上千，唯独张仪，一无人脉，二无分文，于是被诬指窃玉。因为穷，就没有操行。此等谬见，张仪深恶痛绝。先生，请恕秦庭失礼。不敢。常言道，和气生财，做买卖得有好脾气。张仪不是为了斗嘴来秦的。先生教我。张仪听说，夫知而言为不智，知而不言为不忠。为国之臣，有立国之言而不进言君上的，不是忠臣。若有所思，却不审夺察合，便夸夸其谈，会误国。张仪游学列国，感慨颇多，略有心得，说与国君听，怕有空洞肤浅之嫌。如若不说，又恐辜负秦军拨陇召见之恩。左右为难，还是斗胆说来，恳请秦军见谅。哎，不必客套，愿闻其详，请讲。我听说，治军不严，师出无名，酷政不仁，专意杀伐掳掠，这样的军队会失败，这样的国会灭亡。天下的国君大多知晓这样的道理，然而天下的国君多是好战之君。无论北边的燕国，南边的楚国，遑论齐魏赵韩，一味征伐，百姓怨苦，士卒未死啊！细守愚钝，所见所闻，与先生之言大相径庭。齐国
齐国国力强盛，粮仓漫溢，武库皆强弩尖矛，士卒不畏死，百姓安居乐业。楚国文昌武盛，君臣之间常有卧薪尝胆之志。三晋虽弱，也有招贤纳士之举啊。西首所讲，亦算一家之言。张仪饶舌，稍作辩解。没错，齐国有傲视天下的实力，齐王亦有王霸天下的雄心。可是，毕竟小家子气，本可为道，偏要做贼，豪夺天下不敢，却为窃取邻邦寸土之地，高兴万分。这样的强国，张仪瞧不起。楚国有吞吐天下之志，先生言之不堪，恐不属实。楚国可与齐国并强，楚国疆域辽阔，物产丰盛，兵源充足，敢战亦常胜。然而怀泗与齐魏分战，有了凯旋，添了孤寡，无取缔夺城之力，却尽丧库府之存。张仪窃玉之名，有幸得于私国，将来如遇明君，必以窃国雪耻。魏、韩、赵三国因战事而国弱，若三国联盟，东可攻齐，南可攻楚，西可攻秦，了无难事。西首所言，乃在下昔日合纵之论。名头虽响，却难实施。且不说列国夙愿难消，聚兵合将便生纷争。列国若以此策攻秦，秦国大可做壁上观，待其自溃。那秦国呢？国为苦战，民为战苦。兵家云上善伐谋，张仪说上善伐交。秦国不畏死，天下皆知。然而秦不畏死，却不知活。秦军有鲲鹏之志，征伐频频，秦人有口腹之欲，捉襟见肘啊。先生的意思是，秦人只知耕战，苟活浮生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。秦风也曾有过蒹葭，而今只剩无衣。修我矛戟，修我甲兵，放肆！张毅，你敢笑我大秦恃战暴掠，无失风雅？张仪随口一言，大人勿枉听之。可是秦人好战建功，秦军以战夺地，天下皆知。张仪此来并无止战弘毅之念，只想提醒秦军，秦军出征，便有开关东出，秦堪山东之论。东出不为秦见，还需横强。合纵又成横强啊！张仪昔日客居韩国，韩公相逼，才有此策应付。先生敷衍之作，已惊得寡人一身冷汗了。张仪不才，细论横强，秦军怕是要惊起一腔热血了。先生之言，初听夺人耳目啊，细想不过人云亦云。山东入秦的游士多有诉说，不足为奇。先生一时合纵，一时横强，后以诱言惑君，后以媚言惑君，可见有奇谋却无诚信。如此辅国，国之大患。本为献策，却成辩人。张仪有论道天下之心，实无自正自辩之癖。告辞。咱们这位张先生脾气还挺大。
出言不逊，狂狷无情，恐怕无实名啊！君上，诸位可曾想，且不论张仪是否真的有才，如果张仪真的走了，秦国将被天下名士所不齿，士可杀不可辱。今天廷议，我们以大大怠慢张仪，望君上三思。